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換了經紀公司的李沁資源翻倍，成新經紀公司一姐。換了經紀公司後資源翻倍，李沁迎來事業第二春，穩坐新公司一姐寶座。在娛樂圈這個更新換代極快、競爭異常激烈的名利場中，有人一夜爆紅，也有人多年蟄伏。李沁無疑是後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存在之一。提起李沁，很多觀眾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可惜。她擁有清秀端正的五官，極具古典氣質的外形，是公認的古裝美人，演技談不上驚豔，但勝在穩定自然。在一眾同齡小花中也算得上耐看型演員。然而出道多年，她卻始終沒能迎來真正意義上的大爆，事業發展一度顯得不溫不火。直到近幾年，隨着她悄然更換經紀公司，外界才逐漸發現那個曾被反覆感嘆差一口氣的李沁，似乎終於走對了路。李沁的起點並不低，她因出演《紅樓夢》中少年薛寶釵而被大眾熟知，氣質清冷，儀態端莊，給觀眾留下了極深的印象。此後，她順理成章進入影視圈，簽約了以培養實力派著稱的老牌經紀公司榮信達。在榮信達時期，李沁並非沒有資源，她陸續出演了多部都市言情劇和古裝劇，幾乎清一色女主角配置。從履歷上看並不寒酸，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裡，這些作品大多制作規模有限，話題度不足，很難真正出圈。一方面，榮信達對演員的發展路徑有着自己固有的堅持，必須穩紮穩打，女演員最好一直演女主。另一方面，市場環境卻早已發生變化，觀眾的注意力被越來越多的大制作、大 IP 吸引，中小成本言情劇的影響力不斷縮水。李沁在這些作品中付出了努力，卻始終沒能等來屬於自己的爆點。真正的轉機出現在李沁離開榮信達之後，她轉而簽約了新力傳媒旗下子公司新生力量，與鄧倫由同一位經紀人負責。這一步在當時並不算高調，卻成為她事業的重要分水嶺。新經紀公司對李沁的定位十分清晰，不急於壓爆，先穩步提升曝光度與行業認可度。與前公司不同，新生力量並不執着於非女主不可，而是更看重作品體量、導演班底以及整體傳播度。於是，我們看到李沁開始頻繁出現在一些大製作電視劇中，即便只是女二號、女三號，卻能借助作品本身的熱度迅速累積人氣。這種曲線救國的策略，反而讓他獲得了更多正向反饋。資源變化最直觀的體現，莫過於商業價值的提升。在榮信達時期，李沁幾乎沒有能拿得出手的高端代言，即便有品牌合作，也多為短期或小體量項目。然而，進入新公司後，他的商業資源明顯迎來質的飛躍。此前官宣的 SK-II 代言，便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節點。對於一個女演員而言，這類國際高端美妝品牌不僅意味着商業認可，更象徵着市場對其形象、氣質與影響力的全面肯定。據悉，後續還有多個代言正在陸續推進中，這在他早年幾乎是難以想象的局面。與此同時，他的片酬也隨之水漲船高。娛樂媒體人周石林曾爆料，李沁在2016年成立個人工作室之前，電視劇片酬僅為每集8萬元左右。對於一位已具備一定知名度的女演員而言，這樣的價格並不算高。隨着公司開始有意識地為她挑選作品，優化曝光路徑，她先後出演了《白鹿原》《海上繁華》等更具分量的影視項目。雖然並非每一部都能大爆，但整體履歷明顯升咖。如今，李沁的電視劇報價已上漲至每集30萬元左右，身價翻了數倍。這一變化
並非單靠運氣，而是資源策略、市場反饋與個人努力共同作用的結果。同樣的成功路徑也發生在他的同門藝人鄧倫身上。兩人早年片酬都不高，但在公司重點打造下，通過合適的作品實現了商業價值的飛躍。目前，鄧倫已是新生力量的一哥，而李沁也穩穩坐上了子公司一姐的位置。更難得的是，新公司對李沁的保護意識相當明確，在影視資源、商務合作、宣傳曝光全面升級的同時，並未急於透支他的形象價值，而是保持相對克制的節奏。這使得李沁既能維持一定的市場熱度，又不會讓觀眾產生審美疲勞。據悉，曾有李少紅希望李沁回歸榮信達客串相關影視作品，但李沁最終婉拒了這一提議，原因正是擔心新公司方面產生誤會。這一細節也從側面反映出他目前與新東家的合作關係相當穩定。如果把李沁的發展放進整個影視行業的背景中來看，會發現他的回暖並非孤立事件。過去幾年，流量至上的環境逐漸降溫，資本開始重新評估演員的長期價值。單靠話題和粉圈數據，已經越來越難以支撐一個演員走得長遠。相反，形象穩定、口碑可控、演技不拉胯、合作風險低的演員，正在成為製作方更青睞的選擇。李沁恰恰符合這一類型，他幾乎沒有負面新聞，個人私生活極其低調，不炒 CP， 不製造話題，但對角色的完成度始終在線。對於製作方而言，這樣的演員意味着拍攝週期可控，宣傳風險較低，成品質量穩定。在行業回歸理性的大趨勢下，李沁的優勢開始被重新放大。很多女演員發展受限，往往不是能力問題，而是執念問題。在早期經紀公司時期，李沁被固定在必須演女主的思路中，一旦遇到制作規模較小、播出平台一般的項目，就會陷入戲拍了不少，但聲量始終不高的怪圈。而新公司在策略上做出了明顯調整，與其在小制作裡當女主，不如在大制作中當亮眼配角。事實證明，這條路線極為有效。觀眾記住一個演員，往往不是因為他的番位，而是因為他是否出現在大家都在看的劇裡。李沁通過高曝光、高討論度的作品反覆刷臉，讓觀眾逐漸建立起穩定認知，人氣自然水漲船高。李沁代言資源的變化，也體現了品牌方判斷邏輯的轉變。品牌選擇代言人，早已不再只看當下熱度，而是更關注公眾形象是否健康，是否具備長期合作潛力，是否容易翻車。李沁的氣質偏知性、溫和，不具攻擊性，非常適合美妝、護膚、生活方式類品牌。他不需要靠強烈人設博關注，而是用可信度打動市場。這也是為什麼他在商業上屬於慢熱但穩定增長型。一旦品牌完成初次合作，後續續約概率往往更高，這對演員而言是極為重要的隱性價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一姐並不等同於被壓榨。從目前來看，新公司對李沁的使用方式相對克制，並未出現一年多部戲密集曝光的情況。相反，他的作品節奏、公開露面頻率都保持在一個比較健康的區間內。這種策略有兩個好處：第一，避免觀眾產生疲勞感；第二，為未來衝擊更重要角色預留空間。在當前影視市場不穩定的大環境下，穩本身就是一種優勢。當然，客觀來看，李沁並非已經站在事業巔峰，他目前仍然欠缺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全民級代表作，一部能讓觀眾在提到角色時第一時間想到他的作品。這也是他接下來最關鍵的一步。但不同於早年那種差一步就掉下去的狀態，如今的李沁
已經具備了足夠的底盤去等待、去選擇。他不需要急着證明什麼，只需要在合適的時間遇到合適的角色。結語：屬於李沁的時代，或許才剛剛開始。回看李沁的演藝之路，他並非天賦型流量演員，也沒有一夜爆紅的運氣，但他的優勢在於外形耐看、氣質獨特、業務穩定，且始終保持清醒的職業態度。換經紀公司並不是簡單的跳槽，而是一次對自身定位的重新梳理。事實證明，這一次選擇他賭對了。如今的李沁不再被簡單的貼上可惜的標籤，而是逐漸成為一個擁有代表作、商業價值與發展潛力並存的成熟女演員。未來，她或許仍需要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現象級作品來完成最後一躍，但至少她已經站在了正確的跑道上。期待李沁越來越好。